我叫温娘，8岁那年，一个算命先生说我18岁时会黄袍加身，每天与大鱼大肉为伴。今年我18岁，果然应验了。老板，品好饭，2026号取餐。霍先生，霍太太，这场车祸让霍少的头部遭受重创，颅内淤血压迫了视觉神经，他的眼睛复明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不可能，这么严重，才19岁，他刚刚才上大学呀！医生，只要能治好我儿子的眼睛，我霍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霍先生，求求你了，我们也不能为力。医生，你想想办法呀，医生！我一个瞎子，这辈子什么都看不见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谁呀卖这种东西，害我汤差点洒了。这人不会要跳河吧？您有订单即将超时，这单超时要罚200，可是见死不救，不是我们外卖员的风格呀。哎呀，不管了。猪腿！我知道你想不开，但是你先别想不开，我赶时间，你先跟我去送餐，送完餐我再劝你。来。喂，你是谁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可以叫我外卖侠。坐稳了，出发。找到了，少爷被送外卖的挟持了，不好，少爷有危险，快追！一路外卖，用餐愉快，谢谢。少爷在那儿，追！好啦，我的外卖单都送完了，现在说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为什么非要跳河呀？本少爷想下水游泳，不行吗？游泳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都与你无关。啊！你看不见呀？别碰我！哦，原来我压断的那根盲杖是你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现在就给你下单一根新的盲杖，在你的新盲杖送到之前，我应该还可以请你吃个饭。不需要，本少爷从来不跟别人吃饭。啊，你干甚去？那边是……你的这个新盲杖显示还有3个小时送达。既然你不想吃饭的话，那我请你看电影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请你看电影啊，这样电影看完，你的盲杖刚好就到了，不然干等着多无聊。这女人是在羞辱我！你说要带一个瞎子看电影啊？那咋了？眼睛又不是唯一的器官，你眼睛看不见，耳朵不是还能听到吗？你把电影当成广播剧一样听，一个效果。走了。喂，放开！谁同意陪你去看电影啊？哎呀，走了。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นัดล่วงหน้าเซเวอร์หมายถึง能不能拍自己的团？不好意思啊，你有没有听到刚刚那个女主角说什么？她说马是鸡的天敌，因为马杀鸡。
我明白问题了。搞笑吧？ Amazing， 这破梗啊！无聊。小朋友，请问洗手间在哪儿？啊，你好，小朋友，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？他这是在向某雅人问路。好，谢谢，真棒。又怎么了？谁让你刚刚不吃爆米花，也不喝可乐，2听可乐全让我一个人喝了，我现在又尿急，脚又崴了，疼啊！活该！谁让你缠着本少爷不放？谁缠着你了？我那是出于安全考虑。小姐姐，你的拐能借我用一下吗？我刚刚脚崴了，但是又着急上厕所。拿去用吧，刚好我累了，坐在这等你一会儿。谢谢，我用完就还你。带瞎子看电影，找哑巴问路，向瘸子借拐，这女人多少有点神经。给，你的新盲杖到了，接下来我要继续去送外卖了。你去哪儿？要不要我捎你一程？不用，马上就有人来接我。哦，你确定不用？确定。那我走了。拜。少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发生什么了？少爷，是刚才那位女骑手走得太急摔倒了。哎呀，全压扁了！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小心把您的外卖摔坏了。您看这样怎么样？我把钱赔给您，您再重新下单买一份。没事吧？应该没事吧？他把摔变形的外卖拿回来自己吃，这会正开心的吃着汉堡。不好意思。我没看错吧？少爷居然笑了。自从少爷车祸失明后，就再也没笑过。哎，夫人，奇迹啊！少爷会笑了。你们要干嘛？我可是穷光蛋，绑架我没人给赎金的。温宁小姐，请您做我家少爷的陪读，救我家少爷一命。陪读？你家少爷谁啊？你忘了，昨天您还带他去看电影呢。啊，你说那脾气很臭的盲人啊？其实我家少爷之前性格很好的，只是车祸失明之后，整个人就变了，整天闷闷不乐，还总有轻生的念头。轻生？他昨天果然是要跳河。温宁小姐，昨天您带我家少爷看完电影之后，他整个人心情好多了，晚饭都比平常吃的多了一些，所以我家夫人想请您去江大做我家少爷的陪读，开导他，让他重燃生活的希望。可是我很忙的，我是江城第一女大王，我日理万机，月入过万，你们这样耽误我事业。哎，您放心，只要您答应做我家少爷的陪读，那酬劳一定会比你送外卖更多的呀。有酬劳？多少钱？恭喜你家少爷，全款帮我拿下！啊，你们看，霍元舟来了。这石榴短就最坏了啊！真的好帅啊！我操！我的限量款球鞋，你他妈眼睛是瞎的吧？敢踩我的鞋，差点忘了，你就是瞎子。说吧，弄脏了我的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多少钱？赔你。赔？你拿什么赔？我这可是限量款，有钱也买不到。不要钱就让开。哼！你个死瞎子，弄脏了我的鞋，还想走是吧？
赔钱你不要，还想怎么样？老子不差钱，我今天就让你趴下，把我的血舔干净，否则这事儿没完。残疾人就看人家长得帅嫉妒吧。哼。江城大学大雅之堂，就是这么对待残障同学的吗？是他。这又是哪来的丑八怪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管我？第一，我不叫魏，我叫温宁。第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第三，鞋脏了可以擦，人心脏了就没救了。他是盲人，说了不是故意踩的，也提出了要赔偿，你还让人家下跪舔鞋，你不仅无耻，而且缺德。你行啊，今天我不仅要收拾这个死瞎子，我还要连你这个丑出天际的土鳖一起揍！滚！你嘴巴干净点，欺负一个女生算什么本事？哟，我说他你还不乐意了是吧？一个死瞎子，一个丑八怪，你们俩还真是绝配啊！你刚刚欺负盲人同学的样子，我已经全都录下来了。什么？众所周知，江城大学是全国顶尖学府，能进来的都是学霸。不过我看你这样子，也不像是成绩好，靠家里关系进来的吧？关你屁事！你说我要是把刚刚那段视频发到网上，你的黑历史和家庭背景会不会被网友扒出来？到时候你不仅会被舆论影响到退学，甚至连家里的生意都会受影响。你别以为我怕你们，我是大人有大量，今天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让你走了吗？道歉！你还要让我道歉？你别得寸进尺啊！你道不道？霍元昭，对不起。滚吧！给，你的眼睛。怎么又是你？温宁小姐，我家少爷从不允许我们跟着他，您最好也不要让我家少爷知道，您是夫人特意找来的陪读，要不然我怕他连你也会抗拒。我来上学啊。你也是江大的，之前怎么没见过你？因为你眼睛本来就看不见啊，就算我天天站在你面前，你也看不见我。昨天没仔细看，现在才发现这家伙原来长得这么帅。唉，只可惜天妒大帅哥，把他心灵的窗户给关上了。我得想一想，怎样才能让这家伙重燃对生活的激情呢？你不听课，一直盯着我干什么？你能看见啊？不能。那你为什么知道我在看你？我能感受到你的呼吸一直冲着我这边。哇，跟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，可以听声辨位哎！霍元昭，你好厉害！无聊。霍元昭，下午没课，陪我去打羽毛球吧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是个盲人？那咋了？你都能听声辨位了，羽毛球对你肯定不在话下。而且我最近想减肥，同学之间我们互相帮助是美德。走了，陪我去打球。喂，谁同意陪你去了？你看，我就说你行吧，眼睛看不见都能打中球，简直不要太厉害。来，
彦昭，你听到没？大家都在给你鼓掌，你明明就是超级厉害的，干嘛每天耷拉着个驴脸不开心呢？谁是驴脸？好，不是驴脸，是帅脸，帅脸行了吧？夫人，少爷又行了，他能打羽毛球了。胡彦昭，等等我一起走，走。哇塞，太厉害了！哎，猜猜我是谁？温宁，你不觉得盲一个瞎子的眼睛多此一举吗？胡彦昭，我发现你这人还挺厉害的嘛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感知能力比谁都强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给。主要是你的小胖手辨识度太高，想认不出来也难。胡彦昭，你真的是……哎，看，那个瞎子和那个丑女人抱在一起，他们不会在谈恋爱吧？这个女的长得这么丑，我看也只能找个瞎子了，不然哪个口味重的要她呀？确实啊，是吧？我，走。温宁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你很好。胡彦昭，万一真的是他们说的那样，我就是长得很丑呢。瞎子的世界没有美丑，只有善恶。我觉得你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也觉得我很好。虽然他们说的这些话，我从小到大就听习惯了，但是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，它是很主观的。他们说的只是他们的观点，不是事实嘛。虽然我知道自己是有那么一点点与众不同，但说不定会有人觉得我超级漂亮。一定超级漂亮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喝的是我的可乐。抱歉。没事儿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就喝吧。是他喝过的可乐，这样算不算是间接接吻？胡彦昭，我发现你这人蛮会安慰人的，因为你把我当朋友，所以你不希望我听到他们的话难过。其实你家人也是这个样子呀，他们也不希望你难过。虽然眼睛看不到了，但是你还可以用心感受家人对你的爱，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。所以呀，你以后一定要积极乐观的生活，不能自暴自弃了。谁自暴自弃了？本少爷才没有。那就好，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也要一直这么积极乐观，知道吗？你不在了，你要去哪儿？胡彦昭，其实我不是江大的学生，我高中就辍学了。什么？是你母亲派人找到我，骗我做你的陪读，希望我看护你的人身安全，顺便帮你重回生活的信心。所以现在
你是不打算继续做我的陪读吗？不是，我明天就要出国留学了。我之前高中辍学是因为没钱交学费，不过这次很感谢你的家人，他们花了高价请我做你的陪读，所以我留学的学费很快就攒够了。谢谢你啊，胡彦昭。不过我可不是只看钱哦，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的。你要去哪个国家留学？我和你一起。你不是一直很嫌弃我吗？我要走了你还不开心呀？难道你舍不得我？谁舍不得你了？本少爷就是担心你走了，还有谁会愿意陪我这个瞎子打球？你家那么有钱，再花钱找个陪练，肯定比我专业。胡彦洲，我家人来接我了，再见了。温宁，温宁，你个死丫头，你一天不往外跑，你能死是吗？还整天跟个瞎子混在一起，你不嫌丢人，我们还嫌丢人呢，还不赶紧上车，走！彦洲醒了，醒了！医生，医生，快！他醒了！奇迹，简直是奇迹啊！哎，你们看，霍少的脑部淤血已经消了大半啊！照这样发展，他的眼睛很快就能复明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你干什么呀？彦洲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必须住院好好接受治疗。妈，我要找个人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妈知道你要找谁，温宁是吧？治好了眼睛再去找他也不迟啊。可是温宁明天就要出国了，你眼睛难得才有好转，现在必须好好治疗。彦洲，妈妈去替你找温宁，好不好？我带他来医院看你。来，佳佳，多吃点。爸妈，我要出国留学了，明天就走。留学？留什么学啊？我们家可没有闲钱供你留学。我已经自己打工攒够了学费，不需要家里花钱。而且这一次，无论你们同不同意，我都会走。哎，真是烦了他了！哎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爱干嘛去干嘛去，只要别朝我们要钱就行，是吧？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领养这个野丫头，要不是我们婚后那几年怀不上孩子，谁会去福利院抱这个小野种回来？得亏后来怀上了佳佳，现在退又退不掉这野丫头，街坊邻居都知道我们家有这么一个人，还不得不给她口饭吃。不过现在也好，她识相了要离开，正好还我们家一个亲戚。谁呀？来了。请问这里是温宁家吗？你找温宁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霍彦洲的母亲。这段时间多亏了温宁的陪伴和开导，让我儿子的眼睛好了很多。医生说他马上就要康复了，所以我特地来登门道谢。这些是我们霍家的一点心意，还望笑纳。霍氏集团，您是江城首富霍家的霍夫人？霍氏集团，那个瞎子居然是霍氏太子爷，那么您这岂不是要帮上霍家了？
温宁在家吗？方不方便让他和我一起去医院看看燕州？哎呀，霍夫人，实在是不巧，我们家宁宁已经出国留学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对了，这个是燕州托我送给温宁的，和我们燕州身上的玉坠是一对儿，麻烦您寄给温宁。等到燕州眼睛好了，他就可以通过这个认出彼此了。哎，好的，我回头就寄给他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霍夫人，您慢走，有空常来家里玩啊。谢谢啊，快，来。哟，妈，温宁那个丑八怪，凭什么能得到霍少的青睐啊？你傻呀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温宁了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霍少从来都没有见过温宁的样子。等再过几年，霍少对温宁的声音慢慢淡忘了，你就拿着这个玉坠去找霍少，说你是温宁。到时候得到霍少青睐的人，不就是你了？至于温宁，妈会让他永远都不会出现在霍少跟前，妨碍你的前程。这是怎么了？少爷不肯吃东西，一定要见到温宁小姐才行。我要出院，我要去找温宁。燕州，你这副样子，温宁看到是不会高兴的。人家也有自己的人生规划，等他留学回来了，你们再见也不迟啊。听话，只有你治好了眼睛，成为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男人，将来温宁见到了才不会失望。温宁，我会好好接受治疗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一定记得回来找我。对，马上就到，刚下飞机。华国顶尖科技企业思明科技于昨日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，公司创始人兼 CEO 霍彦洲先生亲自敲响上市钟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思明科技是霍彦洲大学期间的创业项目，如今市值已超越霍彦洲这小子可以呀，之前还是个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，现在不光眼睛好了，还能去纳斯达克敲钟了。看来当年真是没白开导他。先放前吧。霍总，您刚敲完钟就马不停蹄赶回国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今晚有个同学聚会，温宁也去，我不能错过。温宁，就是霍总一直心心念念的那个女孩吗？快点，对吧？快点，马上，把你东西拿好了。时间赶。我问你，快点。霍彦洲，这么巧，刚落地就碰上这个冤家。让一下，不认识你们老板。自称认识我们霍总的人多了，不要以为你漂亮就能趁机和我们霍总套近乎。我跟你们老板算是老同学，不信你问问他。老同学更不能让你过了。想巴结我们霍总的老同学，从这里排到了珠穆朗玛峰。
我们霍总可没空每一个人都搭理。确定不让？这女人什么来头？眼睛一瞪，怎么比霍总还让人有压迫感？保护霍总不被来路不明的女人侵犯，是我们的职责。温宁，听到没？你们老板叫我名字了，他认出我了，还不快让开7年了，我终于能见到你了。难道这就是霍总心心念念的温宁小姐？长得这么漂亮，怪不得霍总会……温宁，等着我，我来了。我人在这儿呢。霍彦中那家伙喊着我的名字，跑那么快干嘛去了？哎，霍总！呸！他说我们霍总认识你，结果我们霍总理都不理你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还学人家吹牛皮。呸！那个女人的身形轮廓怎么那么熟悉？感觉她好像……喂，夏老师。霍彦洲同学，同学们都到了，就等你呢。都到了，那就是说温宁也到了。抱歉，夏老师，我刚下飞机，马上就过来。温宁，7年了，我终于能见到你了，温宁。等着我，我来了。切，搞什么？老大，欢迎回国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这次回国寻根，就是不想引起太多不必要的关注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老大，我刚才听霍氏总裁霍彦洲叫你的名字，你们认识啊？算吧，提个冤家。冤家？车钥匙给我，你也先回去。那老大，你去哪儿？我去一个聚会。温宁，我来了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。我靠，谁啊？全球限量款法拉利，连本少爷都没抢到的车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。不仅抢了本少爷的爱车，还抢了本少爷的车位。喂，谁让你把车停这里？没看见本少爷刚刚在倒车入库吗？霍彦洲又碰上他了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不过看样子他完全认不出我了。也是，7年前我给他做陪读的时候，他还是盲人，认不出也正常。立刻把你的车挪走，这个车位是本少爷的。原来你刚刚在倒车入库啊！我以为你马上就走了。自己前摇时间太长，错过最佳入位时机，下次动作快点。等等，你想干什么？自己不占理，还想拿防狼喷雾物理攻击？这是保湿喷雾。保湿？本少爷在跟你说车位的事情，你还有心情补妆？干什么？眼睛好了，脾气还是这么臭。我赶时间，这车位先让给我。不远处有个收费停车场，50能停一下午。算姐请你了。等等，他认识我，还知道我眼睛曾经出过问题。温宁，他这个时间来这儿，一定是为了参加同学聚会，一定是他。温宁，等等我！温宁，温宁，是你吗？死电梯，开门啊！霍彦洲，你可算来了。
这么些年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见见当年的陪读生温宁吗？今天啊，他也来了。温宁，来，快过来。霍彦洲同学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愣着不说话呀？这么多年没见，是不是认不出来啦？也是，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。刚刚啊，要不是他说他是温宁，老师我也没认出来呢。温宁，霍彦洲，半年前，警方通知我，基因库里匹配到了我还在世的亲属，我的祖父，江城3大家族之一，顾家的老太爷顾振廷。原来当年我父母车祸离世，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生下我，却因医院失误导致我与一名弃婴报错，流落到福利院后被温家领养。今天顾老爷子在这儿设下认亲家宴，希望与我相认。啊，宁宁，爷爷曾经说过，只要你愿意认祖归宗，顾氏和顾家的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。现在爷爷给你承诺。哎，陈叔，这是我们顾家集团的所有的股权，还有房产，包括全球的一些产业，这都属于你的。顾氏集团的股份加上全球资产，起码有大几千亿，这老爷子倒是不玩虚的，说给就给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这些年占了你的位置。这是当年报错了的那个女婴，她叫冰月。算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相处哦。放心，爷爷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姐姐的。宁宁啊，爷爷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您说。你不是回来认祖归宗吗？是不是能改成跟爷爷姓啊？可以。太好了，按照咱们顾家的家谱，你们这一代可是青字辈的。宁宁啊，以后你的大名就叫顾青宁。温宁，你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。人都是会变的嘛。霍彦洲，你也变了很多啊，眼睛都变好了。是吗？我始终记得你当初说的话，我一直在积极乐观的生活。温宁，我应该没让你失望吧？霍彦洲，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，怎么可能失望呢？真的吗？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找我？我这些年一直在国外读研呢，最近才完成学业回国，还没找到工作，没安顿下来呢，所以才没敢找你。我怕给你添麻烦。温宁，我怎么会觉得你麻烦？你说你要找工作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我们霍氏工作。太好了，入职了霍氏，我每天都可以见到霍彦洲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嫁入霍家只是时间问题。霍彦洲那家伙没认出来我就算了，居然还把温家家那个摇尾乞怜的白莲花错认成我。哼，眼睛是好了，心是瞎了。霍彦洲，你真好。温宁，打扰一下。怎么又是你？好漂亮的女人。她是……请问你是温宁？那我是谁？她是谁？难道是温宁？温宁那个丑八怪怎么可能变得这么美？不可能，真正的温宁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。这位小姐，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想干什么？霍彦洲，你眼睛不好使我知道，怎么脑子也不好使了？你敢说本少爷脑子不好使？连你姑奶奶我都不认识，难道你脑子好使啊？你是谁？难道他才是温宁？那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冒充温宁？我没有啊，霍彦洲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看这枚玉坠，这不是当年你妈妈带你送给我的吗？这难道还能有假？玉坠是真的，当年确实托我妈给温宁送过这块玉坠，可这个女人的声音似乎更像温宁。顾青宁，你干嘛呢？上厕所上这么久，爷爷以为你走了。
老人家都急哭了。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你不叫温宁，你都不姓温，居然还说自己是温宁，你到底是谁？冒充温宁有什么目的？霍彦州，我是你爹。你，霍彦州，你没事吧？顾青宁，你猜，在爷爷心里，是你的血缘深，还是这20多年来我陪伴的感情更深？好一个人前人后两副面孔的绿茶，爷爷面前叫姐姐，爷爷不在就直呼大名。血缘和陪伴，孰轻孰重不好说，但是我知道钱在哪，爱就在哪。爷爷他好像没给你留什么遗产吧？本来顾家的一切都该属于我的，突然冒出来这该死的顾清宁，爷爷竟然只给我留了一个家族信托基金，凭什么？老大，就是这里。当年温家人卖掉您之后，怕邻居发现家里少了个人，就住在了这个小区。前面那栋楼就是。燕州，谢谢你专程送我回家。这没什么，女孩子晚上一个人出门不太安全。温宁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那你回家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这个霍彦州还把温家家那白莲花当成是我呢。林川，你先撤，我有点事儿。好。怎么又是你？霍大少爷1天之内偶遇了3次，你说这算不算缘分？你该不会是在跟踪我吧？我警告你，不管你接近我是什么目的，离温宁远点。你敢动他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哦，这么护着那个温宁啊？你喜欢他？你喜欢他？是又怎么样？温宁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，他是我的人生导师，指路明灯。他曾经是我黑暗世界里的唯一一束光，谁敢动他，我就灭了谁，懂吗？光啊，原来我在这家伙心里这么重要呢。只可惜，就这么重要的光，他还能认错？不懂，你展开说说。你做什么？霍彦州，你的光来了。疯女人，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打女人啊？让开！肌肉练得不错，很结实，我喜欢。谁让你喜欢？疯女人，你再这样，我叫人了。你叫啊，叫来了人，我心哭。你看，大家是相信我一个女孩子非礼你，还是你一个大男人非礼我？你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赖的女人？亏我还差点把她认成温宁。温宁那么正直、纯洁、善良，才不会这么耍流氓。霍彦州啊，霍彦州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？霍大少爷，今年也26了吧？不会为了你的那个温宁一直守身如玉，没谈过女朋友吧？要你管！这么纯情，更喜欢了。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第一，我不叫伟；第二，眼瞎了可以治，心脏了可就没救了。霍彦州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我是谁？第一，我不叫魏，我叫温宁。第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第三，鞋脏了可以擦，人心脏了可就没救了。这个声音，这个语气，好像温宁，可他明明姓顾。
喂。哎呀，大小姐，你快来老宅看看吧，老爷想你想的哭晕过去了。当年温宁是个学费都要靠送外卖攒的贫困生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叫她大小姐？我真是昏头了，才会觉得这个女人像温宁。好，知道了，告诉爷爷我很快会回去。送我去顾家老宅。我为什么要送你？你当本少爷是司机了？你刚刚不是说女孩子大晚上一个人不安全吗？你偷听别人说话？我没有偷听啊，我正大光明听的。你当本少爷是中央空调，是个女的都送啊？只送温宁。是，对，你有意见？没意见，但是你看，这小区到处都是监控，肯定能拍到咱们两个大晚上在这里这么亲密。要是我一个女孩子晚上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肯定是第一嫌疑人，或少你也不想上社会新闻吧？你个悍妇，不劫别人色就是好的了，你能有什么事啊？喂，你想干嘛？你不是说我是悍妇吗？我也懒得狡辩了，那就先把你的色结完再说。你别过来！我送。霍彦州，我等着看你到底什么时候能认出我来。谢了。喂，我不是僵尸，你不要每次往我脑袋上贴符。谢谢霍少送我一场，我知道你也不是自愿的，所以也不能白坐你的车，一点路费不用找了。原来她是顾家的人，竟然敢模仿温宁。温宁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、最单纯的小女孩，才不会是那种刁蛮放浪的女流氓。妮妮小姐回来了！快，老爷子，也要说准备。陈叔，老头呢？大小姐，老爷子他晕着呢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玻璃酸钠滴眼液，爷爷别装了。哎呀，还是我们家宁宁聪明，没什么事能瞒得了她。哼，爷爷，您就直说吧，大费周章把我骗回来，到底什么事儿？你这不是一个人在外面吗？这爷爷不放心呐。哎呀，宁宁，爷爷还有点事想求你。您说。啊，你瞅瞅，有没有肾炎的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全国名流世家里精心挑选的男生，你看看有没有顺眼的。爷爷，您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这不是想抱孙子吗？这该死的老乔，特别是那个老傅，
带着俩孙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气死我了！哎，不行，我要争口气啊！爷爷不能说，到时候你生俩，不，你生6个，气死他们！爷爷，我是丁克。啊，丁克！爷爷，老头。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不能再受刺激了。近期你们家属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情绪。好。爷爷，你醒了。宁宁，你昨天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？啊，我说我特别想结婚，我特别想生小孩。啊，太好了！宁宁啊，你在册子上看中了谁啊？只要看上了，跟爷爷说，爷爷马上找人给你办喜事。爷爷，我想选的人，您那册子上没有。是谁啊？还有谁啊？只要是18岁以上、30岁以下的，爷爷马上给你办。我选霍家大少，霍彦州。霍彦州。我选霍家大少，霍彦州。霍彦州。大小姐，要不您还是换一个吧。怎么了？霍彦州有主啊？没主是没主，就是这霍少的脾气不太好，只怕您就他了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嫁，不行就算了。这宁宁说的对啊，她爱谁谁是谁，我现在就去找霍家提亲。哎呦，老太爷，不急呀，咱等天亮再去也不迟啊。也是啊，要不然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，要不然夜长梦多呀。喂，老霍，顾青宁，你可真敢挑啊！挑了块最硬的钢板踢。什么意思啊？全江城都知道霍彦州有一个非他不娶的白月光，这些年呢，多少名媛千金往他身上扑，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。你以为你能例外？巧了，我就是传说中那个白月光本光，只是霍彦州那个呆子连自己的白月光都能认错。我的事轮不到你操心，你还是祈祷爷爷他老人家长命百岁吧，否则我当家之后，顾家可不留来历不明的种啊。顾青宁，你要是能让霍彦州娶你，我顾边月倒立着走出江城。拭目以待哦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我觉得也可以。哎呀，彦州回来了，正好我们有件事儿要和你说。爸妈，爷爷，难得你们3个聚得这么齐，是有什么大事啊？彦州啊，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这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一下啦。妈，我最近确实有这方面的打算，没来得及跟你们说。哎呀，温宁回来了，向他求婚的事也该提上日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呀！爷爷刚给你定了一门亲，我们本来还担心你最近没有这个打算呢。什么？定亲？爷爷，你怎么能擅自替我做决定呢？什么叫擅自决定？爷爷是你的长辈，更何况顾老爷子德高望重，他的孙女儿自然也差不了啊。是啊，彦州，顾老爷子放下身段亲自提的，这个面子咱们霍家得给。顾老爷子，爸妈，顾老爷子是救过你们的命吗？这么给他面子？救过我的命。想当年，我和老顾一起去到北疆考察项目，遇到暴风雪了，被困了，是顾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从雪堆里刨出来了，才撑到了救援队的到来。
没有了老顾，就没有现在我们这个霍家呀。听明白没有？所以爷爷，你就让我以身相许，去给他们顾家报恩。顾家孙女啊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从小就没在顾爷爷身边生活过。如今刚刚团聚不久，顾老爷子实在不舍得和孙女分开，所以就和我商量，你们成婚之后呢，你们先在他们家生活一阵子。我同意了。好，你们不仅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定下这门婚约，还让我去做倒插门。我霍彦州，霍氏集团继承人，思宁科技创始人，你们竟然让我去入赘！你这孩子，这是赞助，怎么能算入赘呢？就是，什么叫入赘？算了，你们告诉我，顾家孙女是谁？我去和她说。是我。怎么又是你？别碰他！这些都是你画的？不然呢？想不到霍少在生意上这么杀伐果断，在生活里也这么多才多艺啊。不过你当时眼睛不是看不见吗？怎么画得出来的？当时我的眼睛确实看不见，还没有看清温宁的样子，他就走了。我只能通过学校的监控，把他在我身边的点点滴滴全部看一遍，才能勉强记住他的样子。学校的监控画质太差，我就凭借着自己的直觉，把他画得再清晰一点，留作纪念。太有心了，画得蛮像。顾小姐，现在你应该知道温宁在我心里的分量了吧？清楚了，很深刻。看来霍少你是实打实的惦记了这个温宁7年啊。想必他在你心里的位置应该无可取代。你知道就好，现在就可以跟你爷爷说取消联姻了。为什么要取消联姻呀？你明知道我心里想娶的人只有温宁一个，为什么非要和我联姻？正是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才要找你啊。顾青宁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心有所属的男人联姻？3个月。什么？给我3个月，3个月时间到期，立马结束。理由？我爷爷最近催婚又催生，他老人家身体不好，受不了刺激，但是我又不可能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，打乱自己的人生轨迹，所以需要找个男人假联姻，先安抚住爷爷他老人家的心情，让他安心养身体。男人那么多，为什么非得选我？因为我信得过霍少你的人品啊，我们2家算是门当户对，你的条件也都过得了我爷爷那一关。其次，顾氏和霍氏也可以在这期间完成利益捆绑，强强联合。3个月到期的时候，我爷爷身体痊愈，
而我们两家的合作也根基已稳，到时候再离婚不影响大局，双赢。怎么样，霍少，有没有兴趣合作啊？如果到时候你真的爱上了我，哭着挽留我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为你延期哦。你做梦！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我刚刚说的话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同意的话，3天后我们婚礼上见。这些画借我拿回去鉴赏一下，赏完还你。不行，把画放下。霍少，不让我鉴赏你的画，那我只好留在这里。好好鉴赏鉴赏你。你一个女生，动不动就耍流氓，有没有羞耻心？我没有啊，羞耻心只会妨碍我拿下帅哥的速度。谁让霍少你这张脸刚好是我的菜。你离我远点，这画就当做借你的，但是有半点损坏。放心，我会比你更爱惜这些画的。3天后我们婚礼上见，拜。谁答应要和你结婚了？我当年还真是可爱。哎，老大，霍彦州惦记了你7年，现在又一心想娶你为妻，你干嘛不直接告诉他你就是温宁啊？当年温佳佳在他父母的帮助下，成功顶替了我的身份，还有我的户籍和档案。他现在所有的信息都能对得上，而我除了给霍彦州配读的那段记忆，确实也拿不出其他有力证据证明我就是当年的温宁。这3个月，一是为了给爷爷时间养好身体，二是为了看看霍彦州他究竟能不能认出我来。如果他只认名字不认人，凡是叫温宁的女人他都可以，那这种人尽可欺的狗男人不要也罢。姐姐，还有5分钟，你的婚礼典礼就要开始了，可是到现在新郎都还没有露面呢，该不会霍少根本就没同意这场婚事吧？什么情况？新郎不来了？那顾家这次脸可丢大了。我早就听说霍彦州心里有一位非他不娶的白月光，这位顾家大小姐不会是在自欺欺人吧？顾清宁，以我对霍少的了解，他眼里绝对容不下别的女人。你啊，就是太自以为是了。当初呢，我好心劝你换个人，你偏不听，闹到现在这份地步，看你怎么收场。你为什么对霍彦州的脾气了解这么清楚啊？难不成你也追过他？霍少，我怎么可能追过霍彦州啊？追我的男人多了去了。姐姐，我看现在你还是想想一会儿怎么跟宾客们交代吧。毕竟你才刚来没几天，我们顾家就要成江成笑柄。早就听说顾大小姐从小流落在外，一回顾家就逼迫顾老爷把继承权交给她，还总是欺负顾二小姐，甚是过分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像这种穷乡僻壤长大的女孩，和从小被顾家悉心教养的顾二小姐肯定没法比。这都不确定新郎来不来婚礼就办了婚礼，这也真的太奇了吧！快看，新郎来了！人来了啊！来了！哎呀，真帅呀！霍少来了，霍老爷和霍夫人也来了。
看来霍家是认可这门婚事的。这位顾家大小姐手段可真是了得呀！这短短几天时间，就把江城出了名撩不动的霍少给拿下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霍延州不是非他的白月光不娶吗？给姑奶奶贺喜吧。顾青宁，这3个月就当替爷爷报他当年的救命之恩。结束之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好啊，那现在吻我。什么？陈叔正在给爷爷直播我们的婚礼，既然你答应了要配合，那就配合到底，该有的流程一个都不能少，请吧。好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我初吻，留给你的温宁的。废话，没关系啊，我先替他尝尝咸淡喽。霍少，你这技术有点生涩呀，还得练。不过看在我们是合作伙伴的份上，我可以友情陪练。不需要。燕州，收收你的少爷脾气，对宁宁好一点，要做一个好丈夫。妈，说了800遍了。顾青宁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家产，还嫁给了连我都追不到的男人，你凭什么？这一切我迟早都要夺回来。站住！姐姐，怎么了？好妹妹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说过什么了？什么呀？顾青宁，你要是能让霍延州娶你，我顾冰月倒立着走出江城。现在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姐姐，那都是我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当真了呢？哦，不会倒立，滚总会吧。顾青宁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再逼我，我就告诉爷爷。好啊，那你得滚着去爷爷面前告状。妹妹，我提醒一下你，你在家族信托每个月20万的零花钱，能不能继续，全看我的心情。想试试没钱花的滋味吗？哎，这罐小姐怎么了？怎么跪在地上滚起来了呀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她滚的还挺圆润的。爷爷，我知道姐姐她不喜欢我，可她也不能当众羞辱我吧？又怎么了，冰月啊？你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，没有吃过一点苦。宁宁刚刚到我的身边，才来了几天呢，她从小就颠沛流离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。所以啊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让她不开心，否则爷爷对你不客气。爷爷，切！哎，老胡啊，你瞧瞧，这肯定不是姐味，都亲上了，真亲上。我看成。我教你那招犯晕，应该管用吧？啊！我说过，我此生非温宁不娶。要联姻，爷爷你自己去。你是让我背着忘恩负义的罪名去见列祖列宗吗？我无颜再见列祖列宗了，我无颜。爷爷，爸，你少说两句。爸，没事吧？管用倒是管用，可是我琢磨着，
这强扭的瓜它不甜呢，委屈你家宁宁了。你懂什么？哼，不甜也解渴呀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就喜欢强制爱。哼，强制爱？哎，那你说这俩孩子到底是谁强制谁呀？亲爱的老公，你好！在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时刻，我们结为夫妻，怀着对人类文明延续和生命发展的关切，让我们携手同心，拥抱新生命。现在，就让我们开始吧！你先脱还是我先脱？就是好大的动你们俩怎么还在这偷听？还不快去给姑爷和小姐准备宵夜？是。老太爷，你放心吧，一切顺利着呢。哎呀，这俊男美女干柴烈火的，哎呦，瞧这火力呀，您今年肯定能抱上重孙的。好了没有啊？你们顾家的人听房能听一夜啊？这很难说啊，谁让你不配合，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抱，这很容易露馅儿的。我又不会。我刚刚不是教你了吗？你要兴奋之中夹杂着欢愉，那种感觉懂吗？你很有经验啊。你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？你真的没见过猪跑？那种启蒙的片子呢？那总看过吧？漫画呢？小说呢？霍彦州，你还是不是正常男人啊？你才不是正常人，我有我做人的原则。又是为了你的温宁省难得，对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就那么喜欢温宁啊？他到底哪儿好呢？因为他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你看我像不像他一样好？他好像真的有点像。哎，算了，不逗你了，我要去洗澡了。刚刚跳了一身汗，不许偷看哦。谁爱看你？怎么了？喂，顾青宁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刚刚不小心滑倒跌进浴缸了，我的睡衣都湿了。你帮我拿一套干净的睡衣进来吧。本少爷凭什么要管你？自己想办法。好啊，不帮我，那我待会儿洗完就光着出去，先把你就地正法了，我再自己拿干净睡衣。给你。还看？要不进来一起洗？霍彦州，你流鼻血了！骗你的。顾青宁，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别打我！喂，顾青宁，别装了，休想再耍我！别打我！我再也不跑了！我再也不跑了！再也不跑了！顾青宁，醒醒！霍彦州，我救我！救我！没事，只是梦，只是梦而已。这女人睡着还挺可爱的，只可惜睡醒了就是个女流氓。
别误会啊，昨天晚上我懂，霍大少爷养尊处优，睡不惯地板也正常，半夜爬上来情有可原，不是想占我便宜，对吧？你知道就好。挺大个老爷们儿，怎么害羞起来跟个黄花大姑娘一样？清宁，亏我昨晚还哄着女人睡觉，就应该让她做噩梦吓死。姐夫早，是要去公司吗？可以捎我一程吗？我正好要去你们公司附近的商场。你们顾家自己没车？有是有，可是，姐夫，像霍延舟这么不近人情的男人，我就不信我清宁能在他身上捞到什么好果子吃。爷爷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刚才看见姐夫怒气冲冲的从房间走出去了，我有点担心姐姐和姐夫不会吵架了吧？按理说新婚燕尔应该如胶似漆的才对嘛。爷爷，姐姐她不会是为了应付您在跟霍彦舟演戏吧？什么？姐姐起床了，早啊。大小姐，我给你做的鸡汤好了，你呀多喝点，补补啊。好，谢谢刘婶儿。来，刘婶儿，我看你的鸡汤还是留给我吧，姐姐昨天应该闲得很，不需要补。怎么可能呢？那我们都听见了呀，大小姐跟姑爷的新婚生活和谐着呢。刘婶儿，你也不想想，如果真像你听到的那么激烈，那姐姐身上怎么一点痕迹也没有？姐姐叫那么大声，估计是怕大家知道霍彦舟根本就没碰她，为自己挽尊了。刘婶儿，你盛一碗鸡汤给他。不是想喝鸡汤吗？来，我喂你喝。不喝啊？那下个月零花钱可就没了。烫就对，把你舌头烫掉，省得你到处乱嚼舌根。再让我知道你不顾爷爷他老人家身体，乱打小报告刺激他，下次喂你的就不只是鸡汤喽。你们都愣着干嘛？看他欺负我吗？二小姐，顾家现在是大小姐掌家，我们的工资都大小姐给发呢，所以呀，我们得听大小姐的。你们，刘婶儿，剩下的鸡汤帮我打包，待会儿送给我老公。昨天晚上把他折腾坏了，得好好补一补才行。好。都欺负我，都欺负我！顾清明，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喂，听说霍彦舟那个白月光回来，给我找到他。文宁，怎么了？工作不习惯？不是，那是……我听说昨天你结婚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我一直在期待我们的重逢，你也说过你一直在等我，我以为我们会……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霍彦舟，我还是离职吧。文宁，抱歉，因为家族内部原因，我无法推掉与顾氏的联姻，但这只是联姻，3个月后就会结束。那，你跟顾家大小姐会不会逢场作戏而已？那我们……文宁，我没有骗你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，
但就算只是商业联姻，我也不能在联姻期间做出越轨的事。温宁，我尊重你，不能让你陷入是非。我们不差这3个月。都怪我家世不好，配不上你。但是燕州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我就知足了。我等你3个月。温宁以前不会这样自怨自艾，她虽然家境不好，但向来不卑不亢，自信大方。原来是商业联姻，那么燕州就在3个月之后就会把那个顾小姐一脚踢开，娶我进门。哎，你看，那是谁啊？好漂亮啊！哇，这么好看，像女明星一样。是她，她来霍氏集团做什么？难道又想告诉燕州她才是温宁？休想！有事儿？这位小姐，可以借一步说话吗？好啊。特意挑了个没监控的地方，看来是要露出真面目。说吧，你来霍氏做什么？你来做什么，我就来做什么喽。我警告你，赶紧滚！不许你再踏进霍氏，更不许你出现在燕州面前。为什么？怕被霍彦州发现你在冒充我？我的好妹妹温佳佳，她真的是温宁，她竟然还能跑回来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现在也证明不了你是温宁。既然我都证明不了，那你在怕什么呢？我会怕你？我不妨告诉你，霍彦州已经跟顾家大小姐结婚了，就算他现在知道你是温宁，你也没机会了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还在这儿冒充我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，以后还要帮着霍彦州去打理公司。等他结束了家族联姻之后，就会来娶我。而你，一个山沟里的乡野村妇，还敢妄想嫁给燕州？你跟他有共同语言吗？有没有共同语言，聊聊不就知道了？你休想！现在我才是温宁。这么喜欢温宁这个名字啊？好，那就送给你。不过能不能凭一个名字就得到霍彦州的心，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另外，爸妈最近可好啊？送给你们全家一句忠告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想假摔啊，妹妹？那边在干什么？他们好像是在跳华尔兹，或者是什么新型的办公室健身操吧。上班久坐，抽空活动一下也挺好。想假摔嫁祸给我不行，但是真摔可以啊。燕州，燕州，他已经走远了，你再演他也看不到了。你个贱人，你敢摔我，去死吧！霍彦州，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燕州，是他先摔的我。啊，没事儿，我刚刚只是在跟你的温宁小姐解释，说我们之间只是商业联姻，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。可是她好像不相信，情绪一激动就推了我。霍少，你千万别怪她，温宁小姐就是太在乎你了。这个贱人说的都是我的词啊！等等，他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她就是昨天和霍彦州联姻的顾家大小姐？这不可能！我今天不是和你说过吗？我跟她只是商业联姻，你不相信我？燕州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燕州，我的手也被烫伤了，好疼。高明，带她处理一下。燕州。温小姐，跟我走吧。高德主，刚刚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她就是和霍总联姻的顾家大小姐。什么？她明
明明是我们家从福利院领了没人要的孤儿，后来还被爸妈卖去了山沟里，怎么会摇身一变变成了顾家大小姐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让你的白月光不高兴了。你跑来我公司干什么？爷爷吵着要出院，其实就是想回家监督我们，所以我就说来找你，一起去接2位爷爷出院，顺便在他们面前秀秀恩爱，把戏做足。可惜啊，刘婶特意让我给你带的十全大补汤，里面还加了爷爷珍藏多年的野山参，全让你的白月光扬了。温宁在这里工作是我们联姻之前就安排好的，你放心，联姻期间我不会和他发生什么。我相信你，真相信。你为了他都能管26年，不至于这3个月都忍不住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，男人过了25就是65。小子啊，你生龙活虎的日子不多了，好好珍惜。你一个女生能不能矜持一点，别总是口吐狂言。你害羞了？我是个传统的男人，这辈子只会有一个女人，所以只给温宁。他以前不这样。这件事我替他道歉。道歉？你以什么身份替他道歉？暂时只是老同学的身份。所以你想着他的时候，心里想的都是以前的他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很大。你先告诉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好了，我手没事了，走吧，我们去看爷爷。又怎么了，大小姐？刚刚被你白月光推倒的时候，脚扭到了，疼。你帮我扫。娇气。霍总，温宁小姐那边已经处理妥当。高特助，你来的正好，不求你这种不懂怜香惜玉的人了，你来抱我。哦，好。霍总，要不我来抱夫人？娇气死你！霍彦舟，你偷用我的沐浴露了？我现在住在你们顾家，浴室里只有那一瓶，我有得选。是我喜欢的玫瑰荔枝味儿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表面禁欲，其实闷骚的很啊。顾清宁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把你扔进垃圾桶？好了好了，知道你没皮包，走吧。顾清宁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忽然想起来，今天早上我跟刘婶吹牛，说昨天晚上我在你身上种了很多草莓。你还真是一点不害臊，这种事都能在别人面前高谈阔论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刘婶知道就等于陈叔知道，陈叔知道就等于我爷爷知道了，所以为了不露馅儿，只能在你身上搞出点痕迹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自己来还是我来帮你？我自己来。不行，你这不像，一看就是自己掐的。那你来。我来就我来。哎呦，还是不行，要不直接来真的。
哦，很快就弄好了。你要是现在推开我的话，那不是白白被我占便宜了？这位顾大小姐不是一般的猛了。爸妈，哎，爷爷，你看小周周对我可好了，怕我新婚之夜太累了，都舍不得我下地走路，一路把我抱过来的。我都说了嘛，我们两个一见钟情，如胶似漆，好得很，您就放心吧。小周周，这女人脸不红心不跳，谎话张嘴就来。既然他们两个人感情那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医院的伙食太不顺口了，还是刘嫂做的好吃啊。还是家里舒服，我们就回去。哎，彦州啊，好好照顾宁宁。臭小子，不许欺负宁宁！还不知道谁欺负谁呢。宁宁啊，等顾老身体再好些，你就跟彦州一起回娘家，妈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。好，谢谢妈。妈，你们是婆家，不是娘家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们就是你娘家呀。我真服了。走吧。哎呀，终于完事儿了。顾青宁，你的脚没事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你刚刚怎么能演得这么自然啊。哎，不过霍少，说真的，你这演技啊，真的是还得练，特别是亲密戏，你这娇羞的跟个大姑娘似的，很容易露馅的。你……哦，对了，你待会儿什么安排？要不要请我吃饭？本少爷没空。少夫人，霍总下午还要去工地视察，实在是快到时间了。哦，给，带上这个，待会儿要下雨，工地不一定有避雨的地方，你别淋感冒了，传染我跟爷爷。艳阳高照，万里无云，下什么雨？你就信我吧，我有风湿，我这膝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。哼，开什么玩笑？你才多大就风湿？爱信不信，健身去了，拜拜。今天这花生米可脆了。嗨，你谁呀？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啊？找你啊。找我？我们认识吗？妈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你的大女儿温宁啊。你是温宁？你说你是谁？哟，爸，还吃着花生米呢，你们的报应来了。加害者早就忘了自己造的孽，而受害者的阴影却一辈子无法磨灭。妈，走。妈，不要，妈，别走！卖我的钱花得开心吗？我们把他卖到那么偏远的山沟沟，他竟然还能跑回来。逃回来又怎么样？我能卖他一次，就能卖第二次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无力反抗的小女孩了。看到你们还活着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接下来你们的噩梦才真正开始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我们家佳佳马上要嫁给霍少了，成为霍氏集团的少奶奶。今天你要是敢动我们两个，
我女婿霍少不会放过你！哎呀！现在我们的主体施工基本就完成了，施工进度平稳，工期目前把控到位，顶层的浇筑也基本快完成了。班组目前的分工明确。霍总，少夫人说准了，真的下雨了。那个女人真的有风湿，她才25岁，是养尊处优的顾家大小姐，怎么会有那种病？走吧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再也不跑了，我再也不跑了，我再也不跑了。她又做了被打的梦。顾青宁，醒醒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燕州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点心，你快尝尝。抱歉，我不喜欢吃甜食，下次不用费心。还有事？燕州，我们重逢之后都还没约过会呢，今天晚上下班咱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温宁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这3个月内我们之间不要有不必要的接触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也是对你一个女孩的尊重。我明白的，燕州，我就是最近太想你了，我总是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。好了，这几天我让公司给你放假，你出去旅游散散心，费用公司报销。再给我点时间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燕州，我不委屈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等多久我都愿意。你别想太多，你先去吧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再也不跑了，我再也不跑了，再也不跑了。霍总，这是上个季度的报表。高明，你觉得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每天重复做同一个噩梦？这应该是有什么挥之不去的阴影吧。顾青宁那么彪悍，他会有什么阴影？而且还是害怕别人打他，他不打别人都是好的。霍总，您最近做噩梦了？不是我，那是温宁小姐。温宁做不做噩梦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一定是少夫人了。她每天都会说同样的梦话，梦里好像有个人要打她。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？霍总，我怎么觉得比起温宁小姐，您好像更在乎顾家大小姐？胡说，怎么可能？这辈子我只认定了温宁。我只是嫌她说梦话太吵，给她治好，我也能落个清净。对不起，顾总，是我误会了。或许您应该带着少夫人去看一下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？稍等，稍等一下哈。哟，霍大少爷主动给我打电话。你在哪儿？我健身呢。怎么？你要请我吃饭？对，请你吃饭，吃不吃？吃，必须吃。不是说请我吃饭吗？带我来健身课干嘛？我帮你约了一位非常权威的心理专家，一会儿进去，你和专家好好聊聊。你才有病！
喂，我这可是为你好，说不定你每天晚上做噩梦的毛病就能治好呢。什么心理医生都治不好我的噩梦。医生治不好，那什么能治好？你就能治。我？你又想干什么？这就是你解决根源的办法？对啊，包治百病，没听过？顾青宁，你这是在逃避现实，根本解决不了你做噩梦的根源。我没有在逃避现实，只是我暂时还没找到那个根源，等我找到了，我自会面对的。到底是什么根源？我当年的买家，那个地方叫王家村，林川正在排查。这个挺好喝的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？嫌弃啊？那算了，给你喝这杯，这杯我没动过。我和哪杯都一样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还是我这杯更好喝，这杯归你了。您的汉堡。你吃这么快，不怕噎着？没办法，小时候饿怕了。饿怕？顾家大小姐会有吃不饱饭的时候，大概是女孩子爱美，为了保持身材，节食减肥什么的。你也吃快点，待会儿我们看电影去，半个小时之后开场，恐怖片。做噩梦还要看恐怖片？你不懂，这叫以毒攻毒。宁宁、兖州啊，你们两个人白天都各忙各的，晚上才聚在一起，这不是聚少离多吗？这哪像新婚夫妻呀？爷爷，我们前些天还一起逛街看电影呢，感情好着呢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是吗，兖州？爷爷，你是有什么安排吗？这个我们两家呢，不是成立了一个基金吗？在平州啊，修了一条爱心之路，现在动工了。爷爷是这么想的，让你们两个去捡个彩，听说那边风景也不错，这不是借此机会你们两个也度个小蜜月吗？我来安排行程。好，那我看看天气，看要带什么衣服。好。爷爷，我也想和姐姐姐夫一起去平州玩，我还没去过那边呢。你就别凑这个热闹了，在家里好好陪爷爷啊，吃菜。这网上都说蜜月旅行最主运，我老人家今年能不能抱上重孙，可就要看他们小两口往下滑烫了。这样。不愧是空气质量最好的平州，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！小伙子，跟上。女人出个门，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？把本少爷当驴使唤，他自己倒是潇洒。霍总，少夫人，我们从机场到山区还有5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在车上已经准备了餐点和毯子，您和少夫人吃完还可以睡一会儿。小伙子，走。喂，醒醒，到了，真把本少爷的肩膀当枕头用了。这么快到了？
霍总，太感谢你们了！这条路是我们几代人的盼头啊！以后孩子们上学，乡亲们出山都方便多了。要想富，先修路，能够回馈社会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媳妇儿，让媳妇儿回来呀！什么人？爹爹，有人抢俺媳妇儿，挨打！你这傻小子，跑这捣什么乱？快把他拉出去！哎呀，霍总，实在对不起啊，这是我们村的傻小子，这里有问题，有没有吓着夫人呢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……不走！哎呦，俺媳妇儿！哎，放手！给我放手！哎，别打我儿子！是你是吧？爹，想媳妇儿回来呀！要媳妇儿！你个贱人！老子花钱买你回来，是给我儿子当儿媳妇，再他妈好，老子他妈打死你！跑！跑啊！不让你跑，还跑不跑了？给我等着！哎呦，还真是你这个贱货！当初让你跑了，你还敢跑回来？跟我回家！哎！滚开！你说谁呀？他是我花2万块钱买回来的，他就是我王家人，把他还我！还我！你闭嘴！这可是给咱们村里捐款修路的霍总啊！霍总，原来是在外面傍上大不短啊！这个嫌贫爱富的贱货，老子当初就该打断你的嘴！哎呀，王五，你少说2句吧！你闭嘴吧！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？啊，好的不是你们家媳妇儿，行，你替他给我2万块钱。霍总，这父子2人脑袋都不太好使啊，整天胡言乱语的，您别介意啊。不是你。别怕，你先在车上休息一会儿。看来你们村里的人比这山里的路更难修了。霍总，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！走，这没你事儿。霍总是吧？好啊，你看上那小娘们了是吧？行，听说你挺有钱的呀。这么办，当初她在我们家白吃白住2年半，你给我5万块钱，小娘们你带走，随便玩，怎么样？哼。霍总，查清楚了，少夫人7年前被拐到这个偏远山村，给刚刚那个傻小子做了童养媳。3年，少夫人一直被王五父子锁在后院的猪圈里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动辄打骂。好在4年前，她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去，所以她才每天做噩梦，被人殴打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，再不跑了，别打我。所以他才25岁就得了风湿病，所以他吃饭一直那么快，原来是因为他真的挨过饿。你吃这么快，不怕噎着？没办法，小时候饿怕了。而我之前竟然觉得他一直在胡扯，还那么说他。霍总，您那时候也不知情，这种事在偏远地区也不算罕见，少夫人能逃出来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杀了，把那2个畜生都给我杀了！霍总，你冷静。霍总，不好了，少夫人不见了。
好。霍总，王五他年轻的时候受伤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他媳妇儿又病死了，剩下一个傻儿子跟着，他呀也是难免着急，让他儿子给他家生个孩子，所以啊就买了个女的。哎呀，爹，媳妇，求求你不要再打人了！你个没良心的贱人！当年要不是老子供你吃喝，你早就饿死了。现在回来还敢打我们！供我吃，供我喝，我怎么记得一日三餐是没有的，一天3顿打是少不了的。你妈的！知不知道老娘找了你们多少年？当年小小的老子不记录，今天这笔账，我就让你们连本带利都还回来。这样，顾七宁，被你看到了，看来我这个温柔善良、知性的大女主人设是彻底爆。怎么了，霍彦州？能不能让我也打2下子？给，解解气。我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了。当时实在是太兴奋了，怕控制不住情绪，当场处决了这对畜生，所以特意在车上冷静了一下才下来。不过看霍彦州这下手的狠劲儿，怎么看着比我还狠的？霍总，别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。霍彦州，别打了，为了这种人渣，脏了自己的手，不值得。各位听着，我霍彦州在此设立一项专项基金，任何人每天过来像这样伺候这对父子一顿，凭此可以去基金办事处领取100元现金，每人无限天数，无限次数，直到这对父子自然死亡为止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每天打黄赌一次还有100块钱呢，这比进城打工还划算呢。哎，霍总，今天算数吗？当然。今天就不要打。你看王五和他儿子现在都成这样了，再打就要死人了。我们细水长流。对，细水长流，先治好了再接着打。让他能长命100岁，但生不如死，日夜活在恐惧里。霍彦州这招比我还绝啊！果然是跟我臭味相投。霍总，那咱们这路还修不修了？修，当然要修。路修通了，以后再有女孩像我一样被拐到这里来，逃跑起来总会容易一点，不至于像我当年一样跑了那么多次，都因为找不到路被抓回来了。那就修。好。警方顺藤摸瓜抓住了几个人贩子，又解救了9名被拐女性。只是王五父子因为都有精神病史，恐怕不会得到法律的制裁。没关系，托你们家霍总的福，他们会受到更残酷的人性制裁。有烟吗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想起过去的有些遭遇，让我有点焦躁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，但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任何语言都安慰不了我遭遇的一切。抱歉。听说有个办法可以帮人缓解焦躁，不知道善良的霍少是否愿意帮我？如果我能做到。文墨，不愿意啊？那算了，
好点了吗？好一点了。还要继续吗？快，吻我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亲的不对啊，你好几次都硌到我牙了，你应该是这样。你会？你不也咬到我牙了？肯定是你亲的不对，你等我给你查一下。你看，人家韩剧里都是这样子的。你这个头，你得这样偏一点，这样子我们的鼻子才不会打架。谁会亲你去找谁？生气啦？我也没跟别人亲过，这不是一起学习，共同进步吗？真的？那你理论一套一套。哎呀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跟你说，我的网盘里存了一大堆货，都特别刺激，待会儿分享给你。魏州，你硌到我牙了。大小姐，又怎么了？魏彦州，我感觉又很焦躁，感觉又要做噩梦，怎么办？那你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？不去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认真。顾青宁，你脑子里是不是没别的事了？有啊，脑子里经常闪过一些之前被棍子打、被绳子打，还有饿肚子，还有……好点没？好些了。要是能再看看腹肌就更好了。顾青宁，不要得寸进尺。哎呀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吃不饱穿不暖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降一个大帅哥给我看看腹肌。堵上你这张不老实的嘴，看你还胡不胡说八道。我不老实的地方多了，要不都堵上。顾青宁，干嘛？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胡彦州，我好焦躁。焦躁。霍总，这是公司下半年重点战略项目。霍总，我发现您最近好像格外钟爱奶茶。你说这个？顾青宁最爱喝这玩意儿，而且每次喜欢尝试新口味，而且都喝不完。中午又剩了半杯，丢了浪费。霍总什么时候这么节俭了？恋爱中的男人有时候也怪吓人。燕州，你上次说你不喜欢吃甜食，我给你做了寿司，还没吃午饭吧？我已经吃过了，谢谢。燕州，你不是不喜欢吃甜食吗？怎么还喝奶茶？这个也不太甜。你还有事？
燕州没事我就不能来找你吗？你都很久没跟我说过话了，是不是都把我给忘了？我确实好久都没有想起温宁了，我难道变心了？明明看到温宁曾经模糊的轮廓，想起她的点点滴滴，还是会心痛一生。可是重逢之后再见温宁，却莫名有些反感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燕州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现在是已婚人士，要避嫌，你先出去吧。燕州，抱歉，我突然有事要出去一趟。燕州，你别走！最近怎么对我这么冷淡？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了？温宁，别这样。我不放燕州，我喜欢你。我们大学那么美好，你应该也是喜欢我的呀。哟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不该这个时候来，早知道他来，我就不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二位了。没有，刚刚顾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我不该在你们商业联姻期间做出这么不合适的举动，但是我跟燕州是真心相爱的，只有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才会情不自禁的彼此靠近。相爱，情不自禁？没有，刚刚顾小姐，燕州跟我保证过，说你们只是商业联姻，逢场作戏，3个月期限到了，他就会跟我在一起。现在期限已经到了，你就高抬贵手成全我们吧。可以啊。可以什么？当然是成全你们呀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吃午饭的时候忘了跟你说了，霍彦州，今天刚好我们3个月时间到期，我们的联姻结束，签个字吧。顾清宁，你来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个？对啊，做人要有契约精神，当初怎么说的就应该怎么做。更何况你跟这位温小姐好像已经等不及了。我没有，我刚才……你不用跟我解释，我没关系的，我们之间的联谊已经结束了。你现在爱跟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你的自由。没关系，你就这么没关系？不然呢？棒打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吗？燕州，既然这位顾小姐这么通情达理，你就签了吧。签了吧，签了就跟你的白月光双宿双栖。燕州，你去哪儿啊？3个月期限都已经到了，你现在最在意的应该是我才对。哎，老大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胡少是不是直接就答应跟你续上100年婚约了？没，他拿了离婚协议。什么？本来是拿着这份延期100年的婚约来找霍彦州摊牌的，那份离婚协议只是为了逗逗他才准备的，结果，妈的，一进门就看见他跟那个温佳佳搂在一起，这狗男人脏了，姑奶奶不要。老大，你这分明就是吃醋了，而且吃的还是自己的醋。要知道，霍少对温佳佳的态度，完全就是因为他以为那是你。不是，这都3个月了，他还没认出我来，这不是更过分吗？要我说呀，你直接跟他说清楚得了。你不懂，我早就不是他记忆里那个美好单纯的温宁了。我之所以现在还没告诉他，就是想知道他喜欢的究竟是我这个人，还是他想象中的那个长大之后完美温宁的幻影。可是，顾清宁，老大，我现在就帮你验证一下，霍少到底喜不喜欢现在的你。他是谁？我是姐姐的小乖乖，姐姐最喜欢我了。所以你急着送离婚协议给我，是因为他？这……顾清宁，你天天磨着我，给你缓解焦躁的时候，是不是早就在外面找好下一家了？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自己也不刚在办公室搂别的女人？我没有，刚刚那只是……燕州，这位就是顾小姐的新男朋友。没错，我就是姐姐的新男朋友，姐姐现在是我的了。恭喜你啊，顾小姐，这么快就找到新男朋友了。燕州，你跟顾小姐的婚约也快到了，你现在是单身状态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约会了？约？为什么不约？现在就约。姐姐，我们也去约会吧。
你上次还说带我吃法国大餐呢。好，我现在就带我家宝宝去吃法国大餐。燕州，这家的鹅肝味道很好，你快尝尝。我不饿，你吃。姐姐，牛排我帮你切好了，我乖吗？宝宝真乖。温宁，你输了，彻彻底底输给你的卑鄙无耻了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当上这顾家大小姐的，但是你跟燕州联姻这3个月，他有对你心动吗？并没有啊。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根本就不喜欢现在的你。他不喜欢现在的我，难道就会喜欢冒牌货的你吗？我人长得好看，学历好，身材好，我自然有办法让他发现我的好，欲罢不能的爱上我。至于你，赶紧滚，省得在燕州面前碍眼。傻逼！你。姐姐，人家也有你胃吗？会不会有点太过了？老大，戏都演到现在了，演完呗。好吧，好吧。来，燕州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燕州，这牛排很嫩，尝尝。我不饿，你自己先吃。哎，你也瞎是不是？我这些多少钱你知道吗？比他妈你命都贵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不是故意把您鞋子踩脏的。刚刚是您家小朋友突然拽我衣服，我才没站稳。我帮您擦干净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犯了错，归咎到我们家小孩身上。把你们经理叫来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先生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求求你了，不要找我经理。求我？行，跪下，舔干净。先生，我可以给你买一双新鞋，可以吗？意思是赔呗？全球限量14万，你赔得起吗？14万？赔不起吧？你舔不舔呢？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诚意道歉呢？你给我跪下！燕州，我们不要管他们的闲事了。再说了，也只是那个服务员有错在先啊，那他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也是应该的。我们好不容易出来约会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讲。你他妈谁呀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自己家熊孩子看不住，就会为难人家服务人员。他已经说了不是故意的，也提出了要给你清洗干净，你还让人家下跪舔鞋，践踏别人尊严，不只是无耻，而且缺德。鞋脏了可以擦，人心脏了就没救了。他是盲人，说了不是故意踩的，也提出了要赔偿，你还让人家下跪舔鞋，你不仅无耻，而且缺德。我操！我他妈不仅让他舔鞋，我他妈还要抽你呢！我救命！杀人了！救命！谁在闹事？是他，还有他，就是他们。霍总，怎么是您呀？实在抱歉，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了。好啊，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。黑店，这就是黑店！我要报警！这位可是霍氏集团的霍总，
你得罪得起得罪不起啊？你自己掂量掂量。霍氏集团的霍总。霍总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混蛋，给他道歉。美女，别给我道，给人家道。小兄弟，饶了我这一回。没事，霍总，这里交给我们处理，就不脏了你的眼睛了。走啊！姐姐，你刚刚打那个丑男人的时候，你手疼不疼呀？啊，不疼。姐姐，你这是奖励他，人家也要。这大庭广众的，我回去再奖励你。顾青宁，干什么？前夫哥，跟我回家。咱们已经不在一个家了，跟你白月光好好吃饭去吧。哎，姐姐，我们回家。你碰谁呢？干什么，霍彦昭？干什么，霍彦昭？你没事吧？姐姐，好疼啊！他打我。我先带你去医院，回来再找他算账。走。彦州，顾小姐，她有她男朋友照顾，我们还是回去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你是谁？彦州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这么问？你到底是谁？彦州，我是温宁啊。你不是温宁。彦州，是不是那个顾小姐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不要相信她，她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故意挑拨我们。我的温宁看见别人仗势欺人，绝对不会冷眼旁观。根本不是温宁。我刚才就是太害怕了呀！你知道的，我一个人在国外有多不容易。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不想死，以后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彦州，彦州，我真的是温宁。彦州，温小姐，不，或许应该叫你温佳佳小姐。方便聊聊吗？老大，霍彦州这一拳可真够狠的，我牙都活动了，但也没白挨，至少证明他醋胆子绝对大，100%喜欢你。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去医院看看你的牙。哦。哎，爷爷，我离婚了。啊！哎，别！你听我说啊，我看到霍彦州在办公室抱别的女人了。离，必须离，不是我难得的东西，它就是垃圾。你应该一脚把它给我踢了。就是。你做的对。陈叔，把那册子给我拿来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不是我的菜。这个呢？这个不喜欢。这个不喜欢。老太爷、大小姐，姑爷来了。什么姑爷？我们家宁宁不喜欢他，他以后不是我们的姑爷了。哎，这个好。爷爷。什么爷爷？宁宁已经不要你了，以后我就不是你爷爷了。宁宁，这个。霍少，你的东西我已经让人寄回霍家了，请问是落了什么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来……宁宁，别理他，我们继续选。好，你看看这个多斯文呐！哎，这个还可以，可以吧？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爷爷，你们在选什么？我在给宁宁选男朋友呢。这个好，这8块腹肌，这个好，总比某些人强多喽。你看这个，爷爷，这个好，这8块腹肌。宁宁，要不然把他约出来，咱们见个面。约他，就约他了。哎，干什么？抱歉，爷爷，
我想单独和他聊两句。这太早了，这是。顾青宁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找下一家？我没有迫不及待啊，是爷爷迫不及待。你知道的，他老人家身体不太好，而我这个人又比较孝顺。顾青宁，你以为再找一个男人和你假联姻，还能像我这么有定力吗？你这是在引狼入室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需要男的有定力啊。你说什么？霍彦舟，咱们两个没擦枪走火，纯粹是因为我尊重你，知道你是个纯情小处男，心里非你的白月光不可。但是我也是个正常人，我也有追求欢愉的权利，有需求有什么不对吗？我可不想找一个连腹肌都不给看的男人，没意思。顾青宁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我正值青春，身心健全，我现在不玩男人，什么时候玩？等我七老八十玩不动了，我看别人玩，还是说等我死后，后代烧给我玩？你，霍彦舟，咱俩已经没关系了，别管那么多。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？那你的温宁怎么办？你不就是温宁？你终于发现了，我以为你这辈子都发现不了呢。你看到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美好的女孩了。我现在既不矜持，也没什么规矩，你肯定很失望吧？不，你没变，我明白。这些年你一个人颠沛流离，如果不长出点锋芒，又怎么能保护好自己？但你还是你，骨子里并没有变，还是以前那个勇敢、善良、一身侠气的女孩。以前的你，现在的你都很好，是我眼拙，才没有第一时间能认出你。对不起。可是我不喜欢很保守的男人，你这样会显得我很好色。霍彦舟，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离婚协议我没有签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那得看你行不行了。大小姐，老太爷让我问你，男人还选不选啦？那亚洲的要是您不喜欢，咱们家欧洲也有人，要不挑几个洋人给你看看？咱们家欧洲也有人，要不挑几个洋人给你看看？暂时不选了。暂时。以后也不选了，不然正宫要造反了。哎，好。所以我是正宫。嗯，你是正宫。那你以后不要再见那个叫宝宝的男人。那不行。不行？管我一个还不够吗？因为她是我闺蜜，她根本就不喜欢女的。所以那天你是故意气我？对啊，怎样？谁让你先抱别的女人的？我没有，
是那个女人突然抱我刚要推开她，你就进来了。我真的没有，我发誓。好，相信你，但是下不为例。好了，我们下去吃饭吧。吃什么饭？我就是你的饭。霍彦中，你来真的？我口嗨的。不是，这大白天的，哎呦，够了够了，不逗你了。晚了。老爷子。我老人家就是一位神助攻。宁宁啊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妈。娘娘，这是爸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谢谢爸。娘娘，这是爷爷的。谢谢爷爷。还有我呢，娘娘啊，爷爷给你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你保证满意。谢谢爷爷。娘，请尽情吩咐人家。你怎么也跟着爷爷一起胡闹？你不喜欢这种吗？也没有不喜欢，只是这个围裙下面要是真空的就好了。下次私底下穿给我一个人看。混宁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看你一会儿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好，好。宁宁，当初我们两个人结婚很仓促，缺少了很多仪式感。今天借着你的生日，我想把这个仪式补上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照亮了我的一切。你愿意真正的、完完全全的嫁给我，陪我共度余生吗？霍彦中，你这到底是生日礼物还是求婚礼物啊？一个礼物两个用途，算盘打得挺响啊。老婆，给点面子。好啦，看在你诚意十足的份上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不过今天晚上记得把自己当成生日礼物送给我。等一下，她不能答应霍少的求婚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是顾家大小姐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在我宁宁的生日宴上胡说八道！爷爷，她根本就不是您的亲孙女，我才是您的亲孙女，是她冒充顶替的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爷爷，难道说您当初认错了人？爷爷，当初在基因库里，您是不是与一位叫温宁的人匹配的？那不是宁宁吗？爷爷，你被他骗了，他根本就不是温宁。您看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户籍证明，
还有福利院的档案，全都对上了。她是我养父母的亲生女儿，她是温佳佳。我的天哪，爷爷，原来这才是您的亲孙女啊！温佳佳，你冒名顶替了温宁这个身份这么多年，现在还来抢顾清宁这个名字，你就不能好好做自己啊？不要再胡搅蛮缠了，证据确凿，我才是顾清宁，你就是温佳佳。那你怎么能证明这个文件是你的呢？我的养父母能够证明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就是这个温佳佳，她嫉妒我与霍少交好，还胁迫我跟他交换身份，冒充我与您相认。而且她为了威胁我的养父母，不把她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，还每天找人殴打她的亲生父母。爷爷，不信您看。顾老爷子，是我们教女无方啊，让这不孝女顶替您的孙女，但我们管不住她呀。顾老爷子，你看这个不孝女，让人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，您疼错人了，这才是您的亲孙女啊！这顾大小姐原来是个冒牌货呀！这也太离谱了。是啊，就是啊，真想不到。孩子，你过来，我老人家年纪大，眼睛花，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脸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为什么？我老了，但是我不傻。你看宁宁的脸，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和我儿媳妇的完整结合体，岂能是你这张丑脸能比的？就算没有 DNA 鉴定，我老人家一眼就能断定宁宁就是我的亲孙女儿。爷爷，她一定是整容了。我记得她小时候根本就不长这样。爸妈，你们说是吧？啊，对呀，没错呀。对，她小时候根本就不是长这个样子。哼，你以为宁宁就这么草率跟我认亲吗？我和宁宁见面以后，宁宁又提出再验一次，以防出错，所以我们爷孙两个又去了医院做了亲子鉴定。无论她叫什么名字，她这个人就是我的亲孙女儿。爷爷，说不定是姐姐趁您不注意替换了鉴定资料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们顾家待你不薄吧？我的家族信托里给你留足了这辈子衣食无忧的钱，你还不满足吗？就可联合外人来欺负我的宁宁。爷爷，我没有啊！你跟这三个人一唱一和的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我们顾家的宴会向来是戒备森严的，要不是你给他们放行，他们能混得起来吗？花爷，顾老先生已经被那个女人蛊惑了，他不相信我，您可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您看这枚玉佩，您还记得吗？当时是您让我养母寄给我的。没错，这的确是当年燕州托我送给温宁的玉坠，跟燕州的是一对。花爷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待在身边呢，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我就是温宁吗？哼，阿姨相信你。妈。花爷，你一定要帮我赶走这个女人，然后许我嫁给霍少，因为我就是温宁啊，我才是顾家的大小姐。好，阿姨答应。好，阿姨答应。答应你个头！王阿姨，你怎么也打我？你真把我当傻子啊！当年虽然我没有见过温宁本人，但是通过燕州的描述，我也知道她是一个不卑不亢、单纯善良的女孩，而不是你这种贪得无厌的货色。要不是你们一家人贪婪无比，我们家宁宁怎么会被卖到山区吃那么多苦？我一想到这些，就恨不得抽死你们全家！我抽死你！燕州，我才是温宁啊！我才是你的白月光，他根本就不是温宁，他是温佳佳。他叫什么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喜欢他这个人，他的灵魂，而你这个龌龊的东西，永远不可能代替他。文件凭赵美兰、温佳佳，你们涉嫌贩卖人口，非法盗用他人身份信息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带走。
周，走，快走！爷爷，我错了。我宣布，顾冰月从此以后再也不是我们顾家的人，也不再有领取家族信托资金的资格。来人，给我赶出去！姐姐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求求爷爷好不好？顾冰月，你看，只要我问心无愧、光明磊落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就把自己做没了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姐姐，爷爷，真是荒唐！我一个养女，还想鸠占鹊巢？呸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活该！罪有应得嘛。宁宁，跟我走。呼延昭，呼延昭，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的。爷爷，宁宁呢？宁宁一大早拖着行李箱出门了。高明，马上查为您的行程。现在是包总，少夫人2天前进了巴黎跳票。东西我已经放过去了。快点！啊，你在哪个登机口呢？抓紧时间！哎，好，我这就来。哎，呼延昭，你怎么来了？夏老师，温宁又走了，又不要我了。什么？温宁他不就在？夏老师，颜料笔在哪儿啊？呼延昭，你怎么来？你疯了！这是夏老师家里，像什么话？没事儿，你们俩呀，就当我不存在就好。你怎么跑来了？我还要问你，你为什么又要离开我？离开？谁说的？你偷偷定了行程，然后留了张纸条，说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的。你是不是没看完？后面还有字儿呢。呼延昭，我走了，你要好好的。等我3天后回来给你带好吃的，好吗？而且我昨天晚上也跟你说了的呀。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说的？呼延昭，明天我要出发替夏老师去乡村支教3天，你替我好好在家里陪着爷爷。那你现在怎么在夏老师家里啊？哦，我的航班晚点了，我改签了晚上的航班，所以就想着先来看一下夏老师。温宁，你不知道，
这些年呀，霍彦周同学一想到你就会跑来学校，调出你当年还在学校陪读10题的监控录像，反复的观看。他呀，就是太害怕失去你了，所以他都得分离焦虑症了。只要你不在呀，他都心慌了，下意识就跑来学校了。哎呀，傻子，我还没玩够你的8块腹肌呢，怎么舍得离开？那我陪你一起去支教。公司不管了，咱日子不过了。公司线上处理就好了。老婆走了，日子真没法过了。好吧，好吧。等一下，你看。